再度和我们一起深入探索。今天我们要聚焦的议题，对于已经读过《人生大挑战》和《人生字典》的你来说，可能既熟悉又充满疑问，那就是跟阴界倒流。对，你很可能已经透过书中的内容，掌握了关于人类修行宇宙观的基本法则。那这次我们要更进一步仔细来谈，究竟什么是跟阴界倒流？为什么书里反复强调要极力避免？它具体涵盖了哪些行为？又会引发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或后果？今天我们会依据你提供的资料，特别是人生字典里像是寺庙及公坛的真面目、世界各类宗教的由来这些篇章，来好好梳理一番。没错，这个确实是书中揭示的一个核心观念，而且相当关键，因为很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看起来好像很平常、无害，甚至被当作虔诚表现的行为，在这些资料里却被指认为是具有潜在危险的陷阱。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帮助你厘清这些概念，让你更懂得如何辨识，并避开书中所描述的这些情况。很好，目标明确，就是要让你对跟阴界倒流有更透彻的理解，知道如何守住界限。这些来源的观点非常独特啦，资讯也很密集，我们会试着一步步厘清。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跟阴界倒流这个词听起来就挺不寻常的。按照书中的定义，它到底是指哪些具体的行为呢？根据资料的阐述，跟阴界倒流指的就是人类自愿性的与非阳间的灵体，书中称之为阴界邪灵，发生接触、连结，甚至是产生依赖关系的种种行为。这个范围其实相当广泛，书中列举了很多例子，我们可以归纳成几类。首先是跟特定场所的连结，像是出入公坛、寺庙、道场这些地方，书中认为这些是阴界邪灵的聚集地。聚集地哦。对。再来是敬拜行为，例如去敬奉、求拜各种神像、尊体。资料强调即使只是照片、画像或是一块石头，只要有人把它当作神明来祈求膜拜，就属于这个范畴。哇，连石口也算？是的，只要有人把它当神拜、当神求，就是了。还有一些是特定的仪式或修炼行为，比如诵念经文。书中指出，不论其目的为何，都被视为是一种招引阴邪的养小鬼倒流法。念经也算，不管什么经吗？书里没特别区分，就是说念诵这个行为本身被认为是在招引，然后透过像是乩童、通灵者、算命师、地理师这些媒介去寻求指引或协助，也被归为此类。这比较好理解。另外，进行打坐、静坐等所谓的灵修，意图与无形界沟通，或是参加法会、祭改、安太岁、点光明灯、收经等等各种仪式都在其列。哇！甚至信仰并参与书中所指称源自某些不轨动机而创立的宗教，像是书中点名的道教、佛教、耶稣教等等。更细微的，像是模仿乩童的动作样态，即使只是戏剧表演。表演也不行。对，书里说这样模仿也不行，或者直接涉及养小鬼的行为，无论是古代使用书中提到的魔生仔、钢窟躯体，还是现代利用阴尸的方法，全部都被划入跟阴界倒流的行为范畴。哇，这样听下来，涵盖的范围真的非常广，几乎囊括了许多我们，尤其是在华人社会里，根深蒂固的民间习俗和信仰活动。没错，所以这也是书里要特别强调的原因了。那么，既然这些行为会倒流，那他们连结的对象，也就是书中一直提到的阴界邪灵，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书里是怎么描述他们的呢？书中对于这些阴界邪灵的来源和样态有详细描述。根据资料，他们的共通本质是无法或不愿循正常管道投胎为人类，并且需要借由吸取人类的能量才能在民间活动的灵体。主要可以分为几种类型。第一种是水界的动物桃灵，按照书中说法，他们来自第四界，也就是水界鱼虾水族的灵环根者。因为灵根体尺重不足，大概只有1到1.5公分，人类需要2公分，
所以无法直接投胎为人，又逃避投胎成动物，因此滞留在民间，常出没于江边海域、阴森之处，也就是民间水鬼传说的来源。哦，原来水鬼是这样来的。这是书里的说法。第二种比较特别，叫做魔神仔或小矮人。书中描述这是古代水界桃灵附着在水界动物躯体上形成的一类生物，后来演变成能变化形体的小矮人、魔神族。他们需要吸取生物的磁流魂体为生。资料还提到，他们干枯的躯体曾被古代道法人利用塞入神像中进行养小鬼的仪式。听起来有点毛毛的。第三种是黑灰气体团以及其进化形态。书中说，这是吞噬过畜生动物灵根的邪灵。当它们吸取能量，使灵根成长并发出绿光后，就能变化成动物的形体，也就是我们现在认知中的水鬼、鬼火。书中也称其为绿鬼气体团。鬼火也是。书里是这么连结的。第四种则是瞎掰鬼或绿野鬼，这是吞噬过人类智慧灵根者的邪灵，因此具备了变化成人类形体的能力。如果吞食了过多的黑灰气体团，也会发绿光，常常躲藏在山林地带，被称为绿野鬼。所以这些瞎掰鬼、绿野鬼是比较高等的吗？因为他们吃过人类的灵根。书里是这样描述的，说他们能变成人形。所以根据书中提供的观点，我们一般认知中去宫庙拜的，或是透过某些媒介沟通的神明，实质上都不是所谓的正神，而是这些需要依赖人类能量、无法正常投胎的桃灵或邪灵。这个观点确实很颠覆。那为什么书中如此肯定地说宇宙无神佛，而且正派的灵魂者不会跟人类接触呢？书中对此的解释是基于灵界法规。资料指出，所有宫庙神坛的神像内入住的绝对是上述这些阴界邪灵，绝非正派灵魂者。例如书中提到的灵界执行者，或是遵守本分的祖先灵。因为这些正派灵体会遵守天地之间规范，不会介入干扰民间人类的自然生活和因果循环。所以他们不会没事跑来跟人互动。对，而这些阴界邪灵之所以需要与人接触，就是为了吸取人类的心灵磁流魂体之气，也就是我们的记忆力、思考力所散发出的能量场，作为他们在民间活动显现的电磁力来源。所以人类的膜拜、祈求、念经的行为，等于是在为他们充电了。明白了，这就解释了他们的动机。那下一个问题是，这些邪灵是透过什么具体方式和人产生连结的？一般人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一步步陷入书中描述的导流状态？这个嘛，资料分析显示，这个连结的启动点往往来自于人类自愿的行为，即使很多时候这种自愿是出于不了解、无意识，或者仅仅是遵守传统习俗。无意识的自愿。对，比如像念经文、对神像求拜、进行打坐静坐，这些行为在书中的解读里就如同发出讯号，在呼唤邪灵前来。邪灵会感应到人类那个祈求、寻求连结的意念，循线而来。再来就是场所的影响。前面提过，宫庙、寺庙、道场被书中指为是邪灵的躲藏处和补充能量的加油站。加油站的比喻很贴切。所以经常性的出入这些场所，无形中就增加了接触和被影响的机会。附身是更直接的连接方式，主要是透过乩童、灵修者这些自愿开放身体，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被诱拐蒙骗而成为媒介的人。书中描述，附身是从鼻腔进入，占据眼眶后方的位置，借此操控身体，并且往往会让当事人在被附身的期间失去记忆。失去记忆，那不是很可怕吗？对啊，书里是这样写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模仿，即使只是在戏剧表演中模仿乩童的动作、仪态，或是扮演神明的角色，也可能因为行为模式上的相似，而被邪灵视为可以依附、利用的信物，进而导致被附身干扰。演戏都不行，那演员怎么办？书中没有对演员这个职业做评断，但针对模仿乩童行为这件事提出警告。最后，个人的心灵状态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人在遭遇挫折、感到无助时，很自然的会想寻求外在的，甚至是无形的力量来帮助，或者出于贪念，例如求财、求姻缘、求功名，而去宫庙神坛求助。书中认为，这些心灵的缝隙和欲望都可能成为邪灵介入的契机。听你这样一说，似乎关键就在于那个向外求、依赖无形的心态和行为，一旦产生，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打开了通往倒流的门。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对了，书中好像还特别提到了农历7月和过年续约这2个时间点，这个是怎么回事？是的，书中对这2个时间点有特殊的诠释。关于农历7月，它驳斥了传统的鬼月说法。资料指出，农历7月其实是天地循环中灵魂要投胎到人类家庭，准备接受人生考验的月份。投胎月，那为什么宫庙要关门？书中的解释是，他们害怕那些过去被宫庙利用来执行法术，但后来逃脱的小鬼，也就是那些未能正常投胎的灵魂跟着回来寻仇，附身在鸡童身上自残报复，因此才编造出鬼月诸事不宜、庙门紧闭的说法来掩饰。哇，这个解释也太颠覆了。对，至于续约，书中指的是过年期间，许多人习惯去庙里走春、拜拜，祈求新年平安顺利的行为。这在书中的解读里被视为是人类与长期盘踞在庙宇神像中的阴界邪灵进行一种续约的仪式，等于是自愿同意在接下来的1年里继续维持这种能量被吸取的倒流关系。所以过年去拜拜，就等于是自动续约1年份的倒流关系。根据书里的说法，是这样没错。原来如此，书中对这些习俗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那么，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跟阴界倒流的状态下，按照书中的说法，会对个人产生哪些具体的负面影响？听起来后果似乎相当严重。根据你提供的资料，书中描述的后果确实非常严重，而且影响层面极广，涵盖了身体、心理、运势、家庭，甚至触及灵魂本质与来世去向。我们可以归纳成几个主要面向。在身体与心智健康方面，由于自身的心灵磁流，也就是生命能量，持续被邪灵吸取，会导致身体机能衰退、不健康，智慧反应变得迟钝、萎缩，性格可能变得异常固执，思考逻辑混乱不清。智慧萎缩，听起来很可怕。对，严重的情况下，书中指出可能引发如癌症、肿瘤、失忆、痴呆等重症，或是忧郁症等精神疾病。资料特别提到，像鸡桶这样长期被严重附身者，其寿命通常会比一般人短。寿命缩短，在生活运势与家庭方面，可能导致个人感觉诸事不顺，人生道路上挫折连连。书中还强调，这种负面影响甚至会扩及家人，所谓一人倒流拖累全家，造成家庭关系不睦、成员意外、频传等不平安的状况。还会影响家人哦。是的，书里是这样说的。更深层的影响是在灵魂本质上，人的心灵磁流魂体，也就是储存累世智慧与记忆的档案库，会因为被邪灵长期吸取、干扰而被掏空或蒙蔽。同时，我们投胎为人的核心智慧灵根体本身也可能因此受到伤害，比如书中提到的烫伤或萎缩。灵魂被烫伤，这要怎么理解？书中用这个词汇来形容灵根体受损的状态，细节可能要参考原文。此外，还可能被邪灵当作玩偶或行动电源加油站般利用。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成为邪灵为了自身续存或达成其他目的而进行抓交替的牺牲品，导致意外枉死。抓交替就是民间传说的那种。书里把它跟倒流的后果连接在一起。最后是关于来世的果报。书中明确指出，如果今世自愿选择与阴界倒流，导致自身灵根体萎缩受损，或者是像某些宗教领袖、传教者、宫庙主事者一样，误导他人也走上倒流之路，那么死后将很难再获得投胎为人的机会，可能会依其行为严重程度，投胎至第4界的鱼虾水族或畜生道。更严重的，
如书中点名的某些宗教创始者，会被判入第5界的沼泥界，成为细菌般的存在。变前细菌。第5界沼泥界书里是这样描述的。资料中还有一个针对特定族群的特殊说法。书中提到正统黄种族人，明确指出是中国与台湾人。如果舍弃自身文化根源，去信仰外来的宗教，像书中提到的耶稣教等，死后会因为触犯了书中定义的背叛祖先罪名，而被审判投胎自印度或非洲等较为困苦的地区。这个范围也太特定了吧，还指定了黄种族跟宗教。对，这是书中一个相当具体且特别的观点。综合听下来，书中所描述的后果确实令人心惊，等于是从今生的身体健康、心理状态、生活际遇、家庭和睦，一路影响到灵魂的根本，甚至决定了下一世的去处。这也凸显了为何书中对此议题如此重视。的确是这样。既然跟阴界倒流的前缀风险如此之高，那么书中提供了哪些具体可行的方法来帮助我们避免陷入这样的困境呢？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综合这些资料来看，书中提供的核心原则其实相当一致，就是自立自强，专注本分。具体的做法，我们可以归纳成几个关键点。首先，最直接也最根本的，就是杜绝所有可能的接触管道。断舍离的概念吗？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去宫庙、神坛、道场等场所，不诵念任何经文，不拜任何形式的神像或被当作神拜的物品，不接触乩童、通灵者、算命师等媒介，不进行任何试图与无形界沟通的修炼方法，例如打坐、静坐。基本上就是把所有可能有连结的管道都关掉。对，其次是要从心态上破除迷信，必须真正理解并接受书中强调的宇宙无神佛的观点。遇到人生困难或挑战时，不应寄望于外在的无形的力量来解决，而要回归自身，相信自己有处理问题的能力，避免轻易将挫折归咎于所谓的业障、因果报应等说法，那往往是让人放弃自主努力的借口。要相信自己。第三，要专注于人生的真实职责。书中一再强调，投胎为人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执行士、农、工商等各种社会工作，贡献自己的才能，以及尽好在家庭、社会中的本分，比如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职守等等。透过这些实际的行为来整修社会，提升自我灵魂的品质。心力应该放在脚踏实地的事情上。对，第四，关于心灵寄托的正确观念。书中提到，对于正统黄种族人而言，唯一被允许且有益的心灵连结对象是自己的历代祖先，透过家中的神主牌位或宗祠。但书中强调这并非祈求保佑或协助，而是一种饮水思源、缅怀祖德、凝聚家族向心力的团结信仰法。所以拜祖先可以，但心态要是饮水思源，不是求保佑。没错。然而，书中更进一步指出，当你真正透过阅读领悟了人生的真相之后，其实根本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心灵寄托，只要全心专注于尽好自己的本分就足够了。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对。第五，持续提升个人智慧。书中建议，透过深入研读其推荐的风云道者经典录系列丛书，如《人生大挑战》《人生字典》等，去理解宇宙运行的真相和人生应遵循的法则。唯有开启智慧，才能真正做自己的主人，不被外在的假象或错误的观念所迷惑。读懂书很重要。是的。最后，书中还提醒要谨慎选择交往对象，可以运用书里提到的5色辨人法，来观察判断周遭人物的品行与能量状态，慎选朋友和伙伴，避免受到负面思想或行为模式的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概念。可以这么理解。明白了。所以根据书中的观点，关键就在于彻底斩断对一切无形力量的依赖、祈求与寄托，将重心完全转移到提升自我智慧，以及在现实生活中尽好本分职责上来。回归自身的力量与责任才是根本之道。对，总结得很好，核心就是这个。好的，
今天我们根据你提供的人生大挑战、人生字典等详尽资料，一起深入剖析了跟阴界倒流这个相当核心且关键的概念。从它的明确定义，所涉及的各种阴界邪灵类型，人与邪灵互动的机制，一路谈到可能对个人身心灵乃至来世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以及最重要的，书中建议我们该如何积极避免落入这些陷阱。而且事实从这些资料来看是相当一致且清晰的，那就是在人类社会中许多被普遍接受甚至被视为良善虔诚的宗教信仰活动与习俗，在书中都被指认为隐藏着与阴界邪灵接触产生负面连结的高度风险。书里反复强调，人类真正的修行灵魂的提升，并非来自于求神拜佛或依赖任何外在无形的力量，而是在于脚踏实地的投入现世的士农工商工作，以及在生活中尽好本分。对于已经熟悉人生大挑战和人生字典内容的你来说，希望今天的探讨能让你对于为什么书中如此严格的要求避开那些行为背后的原因，有更深一层、更具体的理解。这不仅关乎个人的身体健康、家境和睦与人生顺遂，从书中的宏观视角来看，更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灵魂本质的健全与未来的最终去向。确实影响深远。最后留给你一个值得延伸思考的问题：在我们身处的这个资讯爆炸、文化多元的现代社会里，除了书中明确点出的那些传统形式，如宫庙、诵经、乩童、算命等等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更为隐晦、更不容易被察觉的跟阴界倒流的变情呢？他们有没有可能巧妙地伪装成看似正面的事物，比如某些号称能快速提升的心灵成长课程，标榜开发超能力的潜能训练，甚至是某些风靡一时的流行文化现象或商品？根据书中揭示的核心原则，凡是引导你偏离自身力量，逃避现实责任为本分，转而依赖或寄托于外在无形力量，无论其外表多么吸引人，是否都值得我们运用书中的智慧，提高警觉，仔细去审视与分辨呢？这或许是你接下来可以持续探索的方向。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思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Happy Jenny